大哥，你猜对了，帝国乱起来了。我看到了 ，A 国最近半年不断往西部边境调军，又多次宣布撤回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哼，原来是我们老祖宗玩过的虚虚实实，少撤多留。给。慧慧，帮我查一下 A 国最近1年军工材料的进口量，分析一下走势。好。大哥，你看。帮我筛出军工股和能源股。好。大哥，发给你了。SNTI、ECM 短期暴涨 ，WTP、BRLT 持续看涨。黄金、棉花、铁矿、能源期货可加持。校长，看你这预测，怎么像是要爆发战争的样子啊？没错。啊，是中东还是东欧啊？你不用管。好吧，那其他的全跑了，1周内全球大盘飘绿，胆子够大的话，这几天可以做空修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么大个事，如果你预测对了，将来结工资，我给你多发1个亿。那你不如让我少打1年工，早点放我自由。小畅啊，我好歹有恩于你，你就这么着急跟我切割？叶等，这5年我帮你赚的钱有上百亿美金了吧？你当初救我出来，为我父母看病花的那点钱，我已经几千倍的还你了。不识抬举，按他说的操作。是。志安啊，爸，我马上就要做手术了，这段时间公司就交给你了。国外的分公司我又不是没管过，什么场面镇不住啊？你管过什么？那都是属下恭维你。总之你先熟悉熟悉，等我回去再说。啊，对了，公司里有个美股大神叫肖畅，是我费了一番周折弄来的，你不要去管他。股神肖畅，行，知道了。唉，Lucy 啊，我爸这就是典型的在国内待太久了，和国际都脱轨了。竟然说公司还有什么股神，国内怎么可能有这种神？不用想也知道，国内那帮经纪人，只要不亏钱，就是金牌经纪人。就是，这群土鳖再神，还能神得过你这华尔街之狐？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可从来没见你预测失误。收到，哥哥是要有战乱了吗？有长进呀，丫头。有个股神网友肯定长进。欢迎叶总，欢迎叶总，叶总，叶总好，我是咱们集团的副总裁吴道兴，请。来，各位同志，手上的活先停一停啊！来，大家来认识一下，这位就是董事长的独生子啊，也是我们贸易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们的新任总裁叶总。欢迎叶总上任。这不是你们对上司的态度是吧？不拿我当回事儿。看来我爸是对你们太仁慈了。现在公司由我全权负责，即刻起实行996制。公司未给我们算加班费吗？抢什么呢？加班费？能月休4天已经是对你们的仁慈了。我贸易国际这么大的公司，你不想干可以滚，有的是人想干。接着工作吧。净话多。好，这是要让我杀鸡儆猴了。啊！我的限量款杯子！你们2个上班时间睡觉，已经被开除了。吴副总，这位是肖达，你的逍遥日子到头了。这位就是我们茂业国际的继承人，新任总裁叶总。这么说，叶盛堂是你爸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敢直呼我爸的名讳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少来这里指手画脚。你个臭打工的，还跟我威风上了啊？叶总，这位啊
是咱们公司的荐股师肖达以及他的助理。您是不知道，他平时在公司就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现在把您都不放在眼里啊！这种货色留着有什么用？我们一向都是华尔街一样的作息，这个时间点早就下班了，睡一下怎么了？别找借口了，外股自然有国外的同事负责盯盘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滚！你确定要开除我？你爸知道吗？我堂堂公司总裁，裁个员还需要问过我爸吗？咖啡。公司里有个美股大神叫肖畅，是我费了一番周折弄来的，你不要去管他。股神肖畅，吴副总，咱们公司是不是有个人叫肖畅？好像有一个叫肖畅的外股经纪人，不过前2天辞职了。哎呀，我爸这么看重的人，就这么辞职了。本来还想着见识一下，一个失败的荐股师，在国内居然混吃混喝，混得风生水起，还招了个女助理，真是可笑。居然是你！Do you manipulate the stock market? No, I didn't. I can testify that he is guilty. 你们认识？也就是有过一面之缘吧，不过就是华尔街一条丧家之犬，谁会记？原来如此，以后公司有你这个股神坐镇，这种阿猫阿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这女人以前对金融一窍不通，几年不见，竟然敢说能取代我了。早该这样了，叶总。这个肖达呀，虽然说是咱们公司的荐股师，但是对咱们公司一点贡献都没有啊！我怀疑他们2个就是来公司睡觉的。我对公司做了多少贡献，你问叶董不就全知道了？不用问了，我爸现在在外国做手术，公司的一切事务由我全权负责，包括裁员。好，既然要裁员，把欠的工资都给我付了。拖欠工资？你去公司随便找一个员工问问，我们茂业国际什么时候拖欠过工资了？我跟你爸签的是保密协议，工作期间只发最低工资，离职了以后一次性发放所有薪水。哦，那你倒说说，公司欠了你多少薪水？不多，他年薪50万，我年薪1个亿，一共工作了5年，打钱吧。年薪1亿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乔布斯、巴菲特啊？1亿，我估计是越南盾吧。这是合同副本，正本的律师呢？哦，忘了，你没有资格看。我没资格？你是想趁我爸不在欺诈我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不管你们多少工资，上班时间睡觉、顶撞上司，严重违纪，一律扣光。这可是开除，这可不是什么裁员啊！什么工资奖金，什么赔偿，想都别想！你们敢无视劳动法吗？劳动法？拜托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就是法。信不信我去找劳动仲裁你们？找，随便找。你信不信我花几百万搞臭你们，全行业封杀你们？你们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，还不滚？要我叫保安吗？看到没有？咱们茂业国际不养闲人，违反制度浑水摸鱼的，就跟这俩一个下场，听见了吗？叶总，出大事了呀！这是前段时间在我们这炒股的一个客户，炒美股，结果本金亏了70%，现在跑到天台上去了。茂业公司忽悠我们开户，炒外股，坑害我们的血汗钱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怎么，炒股亏了要跳楼？是啊，你看，这还开了直播，污蔑我们公司，说是我们骗人。
他妈谁敢保证炒股必赚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大了，舆论对于我们来说不利啊。公司的董事会以及相关部门都要求我们立即给出解决方案，否则我们公司的股价会大跌，市值会蒸发几千亿呀！包括10几年来我们公司积累下的信誉以及客户资源都会打水漂，到时候公司想要翻身就难了呀！Lucy， 这可怎么办？联系他，让他把剩下的本金满仓买入 SNTIV，1周之内保证翻身。啊！就按他说的办，快去！是。什么1周之内？我才不信！想骗我下去是吧？去死！都去死吧！你虽然懂点世界局势和底层逻辑，但可惜你学的只是皮毛。SNTIV 虽然是1-2周之内暴涨的股票，但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何况现在华尔街是晚上，你让他去哪儿买 C 国的股票？难不成你就能救？都不用我出马，我们家慧慧都能给出比你更好的方案。怎么样，叶大总裁，要不要跪下来求我？这件事我们已经关注到了，正在处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暂时不方便对这件事发表意见。我们董事长目前正在做手术，稍后我们会回应的。叶总，这事已经在热搜上爆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处理啊！刚刚是我疏忽了，忘了时间的问题。我还有能立竿见影的方案，你给我点时间。我的 Lucy 一定有办法，你快去吧。姓肖的，看见了吧？我的 Lucy 可是华尔街之狐，就你那破方案，谁稀罕？小心啊，别被你那个什么华尔街之狐给骗了。你知道华尔街是哪儿吗？你这种土狗，一辈子只配待在井里，当然没听说过。爸妈，儿子不孝，儿子把你们的养老钱都输得一干二净，儿子没脸见你们了。吴副总，快去稳住他！啊，好。今天没发生什么能引起金融震荡的新闻，那就只有萧畅说的战争了。现在全世界都没人相信 AB 会爆发冲突，但身在漩涡中的 AB 两国，肯定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尤其是大概率要主动出击的 A 股。A 国的股市指数还相当平稳，除非几分钟内战争爆发。那么，比指数和股票还更敏感，就只有期货。战争阴影下，各种战略资源肯定都在拉升，但 A 国粮食、能源和矿物都不缺，其他军工原料……橡胶，这半年 A 国的超量储备，消失的价格已经在高位。棉花，还有什么战争消耗原料？哥哥，想做期货，有快钱吗？没有快钱，未来2-3年黄金最稳。可是我想马上赚笔大的，然后回国找你啊。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赚了不少钱。你不是老问我怎么报答你吗？我回国以身相许，好不好？女孩子家矜持点，我把你当成小妹妹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真的要回国了，你就让我发点财嘛。不许胡闹，买稳健的股票和指数赚点零花钱就好，那种快钱不是理财，是赌博。女孩子家不要去碰，听话。叶大总裁，再拖下去可就悲剧了，还不决定吗？叶总，公司电话都被打爆了呀！你知道。叶大总裁，这样我也不让你下跪给我认错了，
只要你把我们的公司给结了，我就给你个最佳方案，如何？你休想！时间可不等人啊！只要那个人手一松，茂业国际可就都完了。Lucy， 让他入场 A 国期货，满仓棉花，1小时内必定暴涨。好，某些人装神弄鬼了半天，最后还不是要我的 Lucy 出马？你个蠢女人！那个人可是被逼到绝路上的，你自己都没有把握，却让人满仓，你这是在草菅人命！难道你有能在短时间内其他暴涨的选择吗？这几年你是学了不少本事，但是你只学了皮毛。你以前就是个地理盲，不知道我们西部和中亚地带盛产棉花 ，A 国可不缺棉花。那就橡胶，A 国总不会产橡胶吧？又是橡胶，你个蠢女人！光看新闻可不够，你还要会从海量的数据中去找出精准的信息，去统计数据。你会几样？我就是帮达哥做这些事情的。蒋小姐，这样行吗？董事长又不在，她明明姓江，为什么叫她蒋小姐？难道你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？当然有，那就看叶大总裁还欠不欠我工资了。给他。我先付一半，如果这事解决了，一次付清。成交。到账2.5亿。让他去买这吧。啊！犹豫什么？等着别人跳楼吗？你到底看中了哪只期货？他刚才说的什么东西？他让我买的是那个 A 国的期货尿素。尿素？什么玩意儿？没造过炮弹吧？谁造过炮弹啊？难怪不知道啊！尿素可是制造炮弹的重要原料。快，看看 A 国尿素的行情。好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就等你半个小时啊！肖达，20分钟过去了，我看最后草菅人命的人是你吧？别人叫我肖大爷就算了，他可是我曾经的未婚妻，不可能忘了我的真实姓名吧？肖达，要是你的口出妄言误导客户，一切后果都由你来承担。要真是出了这种事，肖达，1万个你也不够支付公司的损失啊！肖达，你是不是被开除了？怀恨在心，报复公司啊！你他妈刚刚自己也说了，谁敢保证炒股都是赚钱的？我冷静，Lucy， 我错了，我真应该听你的。你没有错，哪有什么东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暴涨？我不管，叫保安看住他们2个，我要让他们2个给那个跳楼的傻子陪葬。凭什么？这本来就不关我们的事。我们家达哥好心给你们最靠谱的方案，你还在这里恩将仇报，少在这里狡辩了！你们就是别有用心。什么最靠谱？真的涨了，涨了！总算回了一口血，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操作？叫他在半小时内赶紧卖出去，否则我不敢保证主力会不会入场收割。我不闹了，股神，感谢股神帮我挽回损失。我就说我家达哥是最厉害的吧。通知公关部，马上发布通告，公司有股神坐镇，救了他一命，以后自负盈亏，公司概不负责。好啊，既然承认我是股神了，那把工资结了吧。我什么时候说股神是你了？你只不过是恰巧猜对了而已。真正的股神，非我们 Lucy 小姐莫属，是不是，亲爱的？我也不是什么股神，不过他一定不是。这种孤注一掷的激烈做法，
在股市是大字。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在公司待着。没错，你就活该被开除。如果不是人命关天，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冒险的点子？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吗？小达，你终于承认你是蠢驴了。你刚才嚣张的样子让我很不爽，以后记住了，有钱才能嚣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们可以滚。工资呢？就凭那几句话，就想在公司拿走这么多钱？吴副总，取消刚才的转账。你竟敢挂账欺骗我们！亏你们还是做金融的呢，不知道大额转账24小时内是可以免费撤回的吗？谁不知道了？没想到你一个世界500强的大总裁，竟然挂假账欺骗我们！我呸！不服就去告我呀，看看谁会相信我堂堂茂业国际会欠几个臭打工的这么多钱。好一个堂堂的茂业国际啊！原来你跟你爹的信誉就只值5个亿！哎，搞清楚，是你不值5个亿，臭屌丝！你，哎，想打我呀？来来来，打一个试试，看看我能不能让你牢底坐穿。叶总，我想起来一个事儿，这个肖达他的父母啊，常年住在 ICU， 每天花费都在2、3万，而且全都是叶总掏的钱的，这算起来好几年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他花了咱们家多少钱啊？哎呀，怎么着也得几千万了。是吗？就这你还有脸来要工资啊？吴副总，通知下去，停止缴费，把他们赶出去。你敢？这是我们合约的一部分。你已经被开除了，那个什么狗屁合约已经作废了，休想再占我们叶家1分钱的便宜。去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慧慧，你放心，这5年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会想办法。大哥，我当然相信你，姓叶的毁约是他们的损失，可是你被他们赖掉了整整5亿的工资啊！以后你爸妈那边怎么负担得起啊？没事儿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那个肖达倒是有几分本事，我怀疑我爸说的那个合约是真的，他就是我爸说的那个股神萧彻。股神是又怎样呢？难道你要把他再请回来？怎么可能？有你在，谁敢称股神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既然都把他开了，不如就干脆再做绝一点，逼我爸跟我们站在一边，撕毁合约，顺便替他省下那5个亿。你想怎么做？这几年真是苦了畅儿。妈，是儿子没用才对。畅儿要是没有用，我和你爸早就死了，哪能在这么贵的私立医院里养病？不过我们最该感谢的还是叶老板。自从我和你爸被撞了之后，他为我们垫付的医药费可是天文数字，你一定要踏踏实实为他做事，一辈子报答他。以后没有这种好事了，你们不配得到我叶家的资助，给我滚出去！畅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畅儿，他果然是嚣张。你儿子上班时间睡觉，嚣张跋扈，顶撞上司，还不把我爸叶董放在眼里，今天已经被开除了。畅儿，这是真的。妈，我上的是夜班，本来就是上午睡觉。跪下！妈，我叫你跪下！我叫你跪恩人！妈，我就不见他们的，是他们不讲信用。我和你爸从小是怎么教你的？教你做人要正直，要知恩图报。你是怎么做的？妈，您先起来。人家一说，我就知道
不冤枉。你一向都仗着那点小聪明、小本事，骄傲自大，飞扬跋扈。平时提到叶董和公司的时候，你就没几分敬意。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国外监狱救出来的？又是谁把你爸妈从医院抢救过来的？又是谁付了几千万医药费，吊着你爸爸的命？你说呀！妈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先起来，你的腿刚康复，别跪坏了。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儿子？你先给叶家的少爷赔罪。我赔。妈，快起来！妈，没事吧？磕都磕了，你再磕个10个8个的，我可以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让你们再住上1年，怎么样？行。看着叶家少爷的人品，我大概是误会着。也罢，就让他磕几个头，把人情换了吧。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这种人的话，你信他干嘛？板着脸干嘛？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？说话呀，开口求我呀！求叶总出钱继续让我爸妈治疗。肖达呀，肖达，说你是蠢驴还真是没错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家的钱是你赚的吗？凭什么要浪费在你们一家废物身上？叶之安，你还是人吗？知道达哥为你们家赚了多少钱吗？几百个亿都不止。哎，算了，慧慧，我不是真的求他，我只是为我爸妈做最后一份努力罢了。畅儿，妈知道吗？我和你爸不会怪你，我们跟叶家扯平了。扯平？你们想得美！等着收医药费欠单吧，这辈子还不完，下辈子接着还。医生，去把他的管子给我拔掉，给我轰出去！慢着，慧慧，帮我把我妈推出去，我马上就来。大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我去叫个车，先转到别的医院，先把我爸妈送过去。别去，畅儿，我们回家吧。我和你爸听天由命了，不值得再花那么多钱。妈，儿子不孝。请问是萧畅先生吗？我是盛鑫医院的副院长张立树，我来接你父母过去入院治疗。请放心，我们是国内顶级的私立医院。你们医院可以赊账吗？医药费已经人付了，你们就直接过去吧。妈，放心吧。哥哥，我来了。回国了？你下楼就能看到我。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哎，原来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是啊，思思嘛，甜心甜心，谁叫你那么笨，猜不到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在叶盛堂的手底下做事，还背着他，把股票的走向透露给一个网友。等我告诉叶盛堂，你就完蛋。别打脸，你打别的地方都行。你还知道要脸啊？我怎么不要脸了？你才不要脸呢！
还好意思说呢？你不但给仇人做事，还养了个小助理在身边。我家慧慧，哼，臭不要脸！江思思，你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吗？自从6年前你作伪证陷害我，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。你刚刚说，我什么给仇人打工？你以为叶盛堂会那么好心的把你爸妈救出来，还把你从牢里救出来？他当然没那么好心，他救我跟我爸妈都是有原因的。我跟他签了10年的保密协议，在背后帮他赚钱。不过他也算是在我最难的时候帮了我吧。你把他想得太好。你知道当年是谁诬告你入狱的吗？我20岁就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，投身华尔街，无论是短融还是长投，都是超高回报率。我成立了自己的风投基金，在华尔街所向披靡，红兔之名传遍了全世界。我在全球股民中有极高的声望，经常带领着成百上千万的散户对抗华尔街大空头，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。直到当年我年轻气盛，得罪人太多，许多大空头都有理由弄死我。叶盛堂就是其中之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当年就是他绑架了我的父母，还拍了一大堆你的照片，威胁我要杀你。你这个笨蛋，你笨蛋，你怎么会相信我会真的害你啊？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他绑架了我的父母，我妈当场脑溢血死了，我爸回来后也一蹶不振。我去监狱想要看你，你却一直不肯见我。思思，我错了。后来我听说你出狱，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你，我只好通过你的社交账号装成网友接近你。我一边自学金融知识，一边追查绑架案的主使者。我后来查到，就是茂业集团的董事长叶盛堂。我回国找人暗中调查他，却发现你在帮他炒股赚钱。所以你就去接近叶之安，装成股神怂恿他开除我。我在 C 国改名换姓，伪造了身份履历，还好那个蠢货相信我。他后来明明知道你就是他爸很器重的股神，却还要彻底得罪你，就是为了逼叶盛堂不得不撕毁协议，让我来取代你成为股神。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信任你，是迷恋你吧？我又没让他占便宜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。我错了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我现在自由是自由了，可是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穷光蛋。我还真没想到你会给叶盛堂打工，不过还好，我有点钱。你能有多少？40亿。你有这么多？爸妈去世了之后，我就变卖了家里的资产，拿着那些钱跟你学炒股，身价翻了好几番。怪不得几年前连 K 线图都看不懂的金融小白，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什么股神。感情都是从我这套的消息啊。我主要是跟你学，但是我自己也学了很多很多。好，你是华尔街之狐。小常，你想报仇吗？当然想报仇。那你就要帮我立住华尔街之狐这个名号。喂，慧慧。达哥，你快来医院，你爸妈他们。我爸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来医院就知道了。妈，阿姨走慢点。老爷子恢复的不错。爸，你竟然醒了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能走了？肖先生，我们出去说。蒋露西，她不是跟叶志安一伙的吗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张医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之前那家医院用的特殊药物抑制了你父母的中枢神经，导致你父亲一直昏迷不醒，你母亲也康复不了。这也太恶毒了吧！他们怎么敢的？
叶盛堂为了困着我，真是不择手段。我妈还一直对他心存感激。萧畅，伯父伯母什么时候被车撞？是在我入狱的半年后，当时我急得想撞墙。你是说，我和我爸妈出事儿都是他们一手策划的？这几年我一直在想，华尔街就是叶盛堂发家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同样也能让他垮台。他这几年家底越来越厚，人又老又精明，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机会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金融恶棍有2个特点，一个是豪赌，一个是贪婪。抓住这2个点，一次机会就足够。他现在可能非常的精明，所以嘛，一个股神不够，我们需要2个股神一起把他骗上台桌。如果当年叶盛堂见过你，把你认出来怎么办？我戴上墨镜你都不认得我，更何况他呢？芷安，嘘，叶总，我们还是谈公事吧。Lucy， 我的江山，我的千亿帝国就在你面前，难道这也还不够让我一经芳泽吗？急什么呀？我都已经抛下国外的一切跟你回国，难道还会有别的选择吗？那你可别让我等得太着急了。要知道，自从去年对你一见钟情之后，我就再也没碰过别的女人。哎呀，你这个坏男人，难道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女人？你看中的难道只是我的身体？当然不是，我的 Lucy， 你可是华尔街之虎，在金融界有点石成金的本事。以后我的事业还要靠你呢，公司的首席分析师，还有副总的位子，将来都是你的。我都要做你的女人了，难道我还要图这些啊？那你要什么？你叶家这么豪门，你爸爸说不定对我不满意呢。这个你放心，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媳妇，他肯定没话说。那谁知道呀？你都已经开除了他最器重的股神，万一没有感觉到我的价值，迁怒于我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早有安排。今天白天的那个跳楼闹剧，我们已经完美的化解。我们贸易国际不但没有损失，反而获得了一波天大的宣传。现在我们的公关部还有媒体正在加班加点的扩大宣传，为我们的美女股神造势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而且周6晚上，我还会为你准备盛大的欢迎酒会，到时候你就是全场最闪耀的主角。我可不想当什么主角，我也不想抛头露面，省得他们胡乱报道。可是你不出场的话，我怎么为美女股神华尔街之狐造势呢？谁说我不出场？那这样是不是更有神秘感？是。以后我就是华尔街之狐，而你就是我的王，你呀才是主角。好好好，我可太喜欢了。所以我决定把欢迎酒会改成假面股会。假面股会？没错，假面股会，而且要打造成贸易国际的 VIP 股会专场和国内最顶尖的股坛盛会。借着这波股神的宣传，让所有的券商机构还有富豪名媛都趋之若鹜，然后一票难求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要把萧畅请来。请他干什么？他不是号称年薪1个亿的股神吗？我就要在股坛盛会上堂堂正正的打败他，让叶董看到我的实力。大哥，那个蒋露西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只要记住，他跟叶之安合伙欠了你250万工资。呵呵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吗？今晚的来宾哪个不是身价上亿的？骑着电动车的也敢进来冒充？我们是被人邀请才过来的。邀请函呢？我们只接到了电话邀请，没收到邀请函。滚吧！什么臭屌丝，也敢来这种地方？你哟，是谁的脸掉地上了？哟，这是谁的脸掉地上了？叶总，不好意思，这2个骑电动车的也想混进股会。知道你是屌丝，
没想到还这么穷酸，还真给我们茂业国际丢脸。萧畅，我给你跟我正面对决的机会，你就这么摆烂？这衣服又是从哪儿租的？你管我在哪儿租的？今天是股神对决，不是来比谁穿的光鲜亮丽的。哎，也好，假面骨会嘛，总要有2个小丑啊。Lucy，咱们走，你们放他俩进去吧。大哥，让他们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小丑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非常欢迎各位来宾前来参加由我们贸易集团主办的假面股会。那么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本届股会最重要的人物，也是我们贸易集团最年轻的总裁叶志安先生。这叶志安可是国内最顶级的富二代之一，听说他是虎父犬子，比他父亲差多了，也不知道都不等得住这贸易国际。嗨，这年头有钱的只会更有钱，请个股神坐镇，收割的不要太容易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贸易国际主办的假面股会。这是第1期股会，在接下来的每周6晚上会定期举办。至于值不值得来，相信大家在参与过这一期之后，心中就有定数。叶总，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股坛盛事，当然值得来。在这里，除了你们邀请函上的例行节目之外，我们的假面股会还推出了全球首创的重磅环节——股神对决。哇，叶总，是不是你要向我们介绍您那位神秘股神？不错，这也是本期股会的初衷。接下来我要隆重介绍一下刚刚随我回国的股神——华尔街之狐 Lucy 小姐。股神居然是个大美女哎！这位 Lucy 小姐就是那天在跳楼事件中力挽狂澜的大神吗？听说啊，她推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 A 国尿素期货，1小时涨了2倍多，真是神来之笔啊！对，净胡说！那天力挽狂澜的人明明是我达哥，关那个女人什么事？这是谁呀？人家贸业国际的总裁就在这里，他还能说错？哼，那是叶志安不肯承认我达哥的功劳罢了。你们2个穷酸货，如果不是 Lucy 小姐好心相邀，你们连这里的门都不配进，还有脸在这说大话？我们说大话？哼，我达哥的真名说出来吓死你！哼，他是阎王爷吗？一个名字也能吓死人。哎，他的真名叫萧畅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啊，我没被吓死啊！他是萧畅，萧畅，这真的是萧畅，当年的红兔。不敢当，各位，久违了。萧先生，你可是我的偶像啊！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红兔先生，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。真的呀，真的是他，华尔街的传奇股神。他真的是红兔，怪不得呀！怪不得什么？怪不得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么眼熟，怪不得叶董这几年如此的重视他呀！他很出名吗？凡是在金融界混过的，没有人不知道红兔的呀。他可是华尔街的传奇股神啊！他振臂一呼，能够率领散户把华尔街的大空头杀得血流成河呀！Lucy，你也知道？知道啊，我说过，当年在华尔街我就知道的。不过他很早就因为扰乱股市被抓了。那你有把握赢吗？当然有，他只不过就是名气大，水平也就一般。更何况我这些年一直在华尔街，而他窝在国内，也就是土包子。我相信你 ，Lucy。那咱们照计划。好，各位，既然股神都已经出场了，那咱们的股神对决就提前开始吧。叶总，难道要让红兔先生和这位 Lucy 小姐对决吗？没错，是不是都很期待啊？期待是期待，但是这位 Lucy 小姐还是年轻啊。哎，恕我直言，我真没听说过什么华尔街之狐，听起来像个网名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也更能证明他的实力，你们何乐而不为呢？
规则很简单，我们就从全球的指数、股票、期货中选出一只，由2位股神做出下周的走势预测，答案封印起来，交由公证处保存，下期再当众开启，看看谁预测的更准确。那谁来出题呢？这个箱子里的美金对应着各位宾客的号码，我抽中谁就由谁来出题。这倒是很公平。当然公平，我们的 Lucy 小姐选股可从未失手过，肯定比那个什么红兔更胜一筹。19号宾客，既然是我，那就请2位估测一下纳指的指数。这题我们已经在贸易公司对决过。吴副总，他们什么时候对决过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听懂。没错，这题我代表贸业国际提前告诉你们了。还能这样啊？我们建议你减仓，因为全球下周大概率会持续下滑，甚至会持续低迷1到2个月。哇，这是真的吗？难道真的有大事要发生了？钱又要更难赚了吗？我相信红兔先生。那你要换题吗？换，就请2位预测一下纳指下周5的收盘指数。当然可以。那太好了。萧畅，你干嘛跟熊慧慧戴情侣面具？现在是关心这种事儿的时候吗？我不管，下次你不许跟他同款。哦，这题你会吗？不会。不得不佩服萧畅，竟能从金融和贸易的细节里推断出这2国会爆发战争，偏偏叶志安把他擅自开除了。少爷不是招揽了一个女股神吗？根据他在跳楼事件和假面股会中的表现，他应该也推测出战争会爆发了。那个蒋露西确实有点本事，他的背景查得怎么样了？在西海岸长大，斯坦福毕业，有华尔街资历，依我看没有什么问题。过2天看看他们这次对决的结果吧。啊，对了，你帮我接萧畅，这种人才能留还是留住的好。董事长。喂，萧畅，你预测的很准确，大盘下跌，只有军工和能源在飙涨。那好，我相信叶董不会让我白干5年。你放心，等我回去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怎么办啊，萧畅？现在距离我们预期的指数还差得很远。放心，冲突爆发，金融市场会低迷，所有的热钱都会涌向华尔街，这就是 C 国煽风点火的动力。还有2天，足够我们把指数拉上去。对了，之前调查撞你爸妈的那个人，他果然有问题。他女儿得了癌症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结果他撞了人之后，立马认罪，只赔了几十万，关了不到1年就放出来了。肯定是叶盛堂的超能力。既然他能出钱让人做物证，咱们也能出钱让人出来举证。放心，医院那边我也在调查，等到合适的时候，给你致命一击。萧先生，股神，感谢股神上次的提醒，让我避免了巨大的损失。这可真神呐！谁能想到竟然会爆发战争？哎，这有什么的？那位华尔街之狐不是也预测到了吗？没错，之所以能预测到 A 国的尿素会暴涨，因为尿素是制造炮弹的必要原料。Lucy 小姐的眼光确实很敏锐。没错，就连各国政要啊都说 A 国最多威慑一下，哪知道真的开战了。战争的事，我一个女人不懂，但是局势已经酝酿这么久， C 国也一直需要其他国家战争以便吸血，所以这场仗不打也得打。Lucy 小姐说的没错，现在的大国敢公开叫嚣的，都是不会真打的，而那些暗地里蓄势待发的，才会真正的突袭。股神就是股神，上周的假面股会已经引起了重大轰动，这周不少朋友都从外地赶来。都在期待着上周的对决结果呢。纳指上周的收盘指数，想必大家都关注到了，请看大屏幕。受战事影响，本周先跌后涨，报收11348点，请大家见证，火气完好。快打开看看2位股神的预测吧。我看这2位都胸有成竹，应该预测的都比较准吧。这是萧畅先生的预测，11400点，与实际报收只差52点。
要是我知道冲突会爆发，早就往低的猜了。没想到股神们已经知道了，真的太准了。这是 Lucy 小姐的预测。11320点，距离实际预收只差28点。怎么样，Lucy 小姐，当不当得华尔街之狐的称号？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我为已曾经看不起露西小姐而道歉。两位都是股神，那就快快开始这一期的对决吧，我们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。46号嘉宾是我，那我就代表广大股民现场出一道更直观的题吧，请两位股神各选一股，等下周五收盘的时候，看看哪一个股涨幅更高。我们同意。这个 Lucy 竟比萧畅的预测还准确一点，是运气还是？他们两人的推测逻辑是一样的，谁更接近确实有运气成分在。给我订下周的机票，下一期假面股会我要亲自到场。欢迎股神红兔萧畅先生，欢迎股神华尔街之狐 Lucy 小姐。请大家见证火气完好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萧畅先生的选股。萧畅先生的选股是泛欧 WEUG， 竟然是一只欧洲股票，我印象里好像是一只黄金概念股。本周开盘 17.37 欧，报收 33.39 欧，涨幅 93%。哇！要是跟着红兔先生买股票，那岂不是一周之内资产都能翻倍？不愧是红兔先生，眼光太毒辣了。这只黄金股简直是欧洲股市里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啊。Lucy 小姐虽然厉害，但也很难超过这妖股吧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Lucy 小姐的选股吧。Lucy 小姐的选股是南亚 AESY， 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股票。我搜到了，居然是帝国的股票。想必大家从自己的手机网页上也有所消息。南亚 AESY 本周开盘 861.3 卢币，报收 1766.4 卢币，涨幅 105%。哇！真的是神人啊！真是股神之间的巅峰对决，精彩，精彩！太精彩了 ！Lucy 小姐不愧是新一代的股神，大家都能猜到是钢铁、黄金在涨价，可谁又能料想到涨幅最疯狂的，竟然是来自南亚的一只能源股？没错没错，什么时候轮到帝国发战争财？A 国和 B 国开战 ，C 国必定会裹挟全世界制裁 A 国，这样欧洲就买不到 A 国的便宜能源，能源价格必定会暴涨。但是帝国左右逢源。而且跟 A 国的关系很好，所以 D 必定会大量的倒卖 A 国的能源。我留意到 AESY 在早期开战时就大量的租借欧洲的能源船，所以我就猜到它必定会很赚一笔。叶董，该把我的工资给结了吧？那都是误会，叶志安我已经教训过了，你回来公司安心上班即可。你要是知道叶志安是怎么羞辱我的，你就不会说的这么轻飘飘了。何况，你现在不是有新的股神为你效力了吗？小畅，你当真去意已决？当然。那好，下周开盘前，你最后再给我买2只股票，如果1周之内能暴涨 20%， 我就把剩余的酬劳付给你。没问题，好聚好散吧，我再帮你赚最后的5000了。哼哼，江小姐，我儿愚钝，以后还希望你尽心辅佐他，我看好你哦。应该的。想要什么，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提。别的倒是没有，不过我听说某人年薪1个亿，我也想。对，爸，可不能比他少，我觉得2个亿都不多。好，但是我有个问题。老爷子请吩咐。下周开盘前再帮我买2只股，如果1周之内暴涨20个点，我就给你
2个亿，否则1个亿哦。那老爷子你可别后悔，这2个亿我是拿定了。叶盛堂老奸巨猾，一定会榨干我最后的利用价值。你就更没有理由骗他了。我们俩推的2组股票中，有1只是相同的，他一定深信不疑。如果他问你为什么选这2只股，你可以这么说：喂，老爷子 ，C 国虽然在 A、B 之间拱火，但 A 国肯定会控制交火力度，见好就收，以免惹怒欧盟。这样一来，欧洲就不会彻底大乱。C 国也需要炒作新的热点，来进一步吸收全世界的热钱，比如新能源。还有 AI 智能，所以这2类股票会在近期暴涨。看来不会错了，他们2个都选中这只，我们就砸它。OPAI 震了一下，应该是他入场。他还比较谨慎，第一手应该不超过10亿。我们跟10亿。是不是有别的主力也在做多这只股票？到盘中如果还是上升趋势，就再买20亿。又有人跟了一笔大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他。现在是14.25美金，我们在14美元的价位买入20亿。是低于14美元，有人抛我们就接手的意思吗？对，防止它跌下来。好。可以去睡了。叶盛堂今天不会再跟了。现在是15.08美元，已经涨了接近20%了。再砸个20亿，把昨天的挂单取消了。然后每隔1小时跟5亿。爸，按这样一直涨，这一周不得上涨100%？少爷，一天涨100%的妖股也是有的。他已经按耐不住了吧？我账上只有12亿了。1小时以后，一次性全把它砸进去。买，继续推高。一定有别的主力也在做多这只股票，不愧是 C 国的人工智能啊！我们没有压错。董事长，已经没现钱了，先出掉其他股票吗？不需要，上看涨期权。几倍啊？10倍。爸，这里面有多少钱了？现钱200亿，期权2000多亿。爸，全球福布斯榜上也会有你的名字。小畅，他估计在做首富梦吧？太危险了，我觉得不用我们出手，就大空头瞄准他了。怎么才能保险一点？叶盛堂把我们2家人害得这么惨，一定别给他翻身的机会。今天收盘前先抛出一半，给市场一点风向。会不会让他警觉，提前跑路？他当然会疑惑了，也不会甘心的。他会等到明天开盘的时候再看情况。但是大空头不会让他等到明天了，我也不。今晚整个金融界都会充斥着 OPAI 的负面新闻和看空预测。明天开盘即跌停？对。那我们手上剩下的一半呢？剩下的一半就当给叶家陪葬了，挂单价出售。叶盛堂就是想挂，也得底价才行。这最后一手是什么意思啊？董事长要是担心的话，我们就在这个价位挂单卖出一半。不行，要是我们抛出的话，它就再也没机会涨了。等明天开盘，你今天留意一下华尔街的风向。好的。叶盛堂、陈新台，你们涉嫌在5年前雇凶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别动！什么雇凶杀人？你们搞错了吧？你们干什么？敢抓我爸？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没有抓你，不用报你爸的名字。带走。走。爸，儿子，爸，咱的股票跌停了吧？爸，股票跌停了。爸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是让你看着华尔街的动向吗？咱这是白天，华尔街是晚上，我怎么看啊？你这个蠢货，那你去找露西小姐啊，她会教你啊。我今天联系不上她了。联系不上她？爸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被人抓起来了？他们跟我说什么医院、车祸什么的，你怎么跟这件事扯上联系了？医院、车祸都跟校唱有关。现在露西也失联了，他们
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们被骗了。Lucy， 你这个蠢货，逆子，蠢货，你这个逆子！这只股票会跌到什么时候呢？跌到我们那一半卖出去的时候。叶盛堂翻不了身了吧？翻不了了，他在16美元的高位10倍期权追涨，现在跌的只剩一半了。他把全部身家卖了也不够赔。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